这个世界强大的雌性全都活不过18岁，只因他们会在成人这天匹配哨兵，精神力越强大，配备的哨兵就越勇猛。可这些实力超强的哨兵无不心高气傲，怎可能甘愿被一个雌性支配？所以他们会在绑定前残忍杀掉自己的向导，然后找来上百位雌性安抚自己的易感期。可眼前这个被家族抛弃的废雌，竟觉醒了史无前例的4S 级精神力，并成功配发了排名前4的无敌哨兵。大佬们得讯后无不面色阴沉，都想杀掉这个名义上的主人。没想到就在女孩战战兢兢时，排名第1的哨兵竟率先赶来俯首称臣。身为军校首席的他，不但系上围裙为女孩做饭，甚至红着脸主动为主人换洗贴身衣物。就在刚刚，江兰来到检测处，听说今天就可以分派到住所，但检测官李笑笑却露出鄙夷之色。这样的福利是 S 级精神力向导才能拥有的特权，他可不觉得这个来自贫民窟的女孩有什么特别。怎料接下来的结果却让他惊掉下巴，只见检测值不断汹涌上涨，直到面板一满时才停了下来。精神力检测结果 SSSS 分配哨兵欧阳恒、秦放、程笑、白青，分配住所 A 区01栋别墅。紧接着，一抹金光一闪，一只浑身长满金色羽毛的飞鸟冲出虚空，嘹亮叫着落到了江兰的检测舱上，一双眸子极具压迫性的看向李笑笑。李笑笑瞬间回神，这女孩到底是什么人，竟能和她的男神军校首席长官欧阳恒绑定？那可是从出生起就有精神动物诞生的最强哨兵啊！可就是这样一个让每个向导都崇拜的男神，竟被一个贫民窟的家伙给绑定了。他气得双目通红，这个孤儿命怎么这么好？而下一刻，一道威慑力强到让人脸皮发麻的视线射来，浑身金色羽毛的飞鸟直勾勾地盯着他，虽没有散发任何威压，却让李笑笑清晰地感知到了一个信息：如果他再用这样的眼神看他的主人，他会顿时把他的喉咙咬断。他打了个哆嗦，随后按下播音按钮：“这位小姐，你可以起来了。”江兰刚出舱门，便见那只大鸟化为拳头大小，落在他肩膀上，并亲昵撒娇地用脑袋蹭他的脸颊。江兰明白这是他的精神体，这么软萌活泼，就叫你求求怎么样？金色小鸟开心地扑棱着翅膀，只要是主人给取的，不管是什么他都喜欢。直到江兰带着小鸟去往那座千年无人入住的别墅后，李笑笑一双眼睛恨红了，再也忍不住妒意地冲他离去的背影。你别得意，以为分配了4个最强哨兵，就真的能够和他们绑定吗？告诉你，在你没有和他们绑定前，他们就会联手杀了你。江兰自然知道这条规定，向导和哨兵没有正式绑定前，哨兵可以通过击杀向导来解脱终端的分配，但他却对此期待无比，想和那4个最强哨兵来一场生死厮杀。前世他凭借空间异能在末世披靡纵横，如今再活一世，空间异能竟依旧在自己身上战斗，可是他骨子里的热爱。与此同时，城中心的终端大屏上，排名前4的哨兵信息竟都在今天发生了变化，末尾都亮起一个带绑定字样。而另一边，向导排名的屏幕上，第1名赫然换了人，江兰。SSSS 级特级指挥官，人群霎时间沸腾了起来。这个人是谁？莫不是基由大亨江家的女儿？不可能，江家一共只有5个女儿，4个女儿都已经做了指挥官，剩下的1个女儿成年的前一天从楼梯上摔下去，嘎嘣了。丧礼都过去几天了。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大喊：“我查到了，他竟是外城贫民窟的一个平民。”顿时便有人嗤笑着说：“就算拥有 SSSS 级的精神力又有什么用？他肯定什么军事都没有学过，怎么带领我们的4个最强哨兵去作战？”旁边立马有人附和，他们不止一次地对外界说过，不愿和任何一个向导绑定，也受不了被向导压制的感觉，他们一定会联手杀了他。此时，顶级军校的顶层办公室内，欧阳恒端坐在柔软的真皮椅子上，正冷着脸看向手上身份卡上的任务，请于今晚20点前到达01栋别墅，与终端所分配的向导集合，并前往中心城绑定站，与向导完成绑定。下一刻，手中的身份卡被捏得粉碎，欧阳恒神色意味不明。最大的情报组织会议室内，秦放嫣红的唇勾了起来，如果你胆敢来纠缠我，我不介意杀了你。另一边的地下黑场内，程笑捏碎了手中的红酒杯，台下3万个观众包围着的擂台上，2个哨兵拼死攻击着对方，只是为了赢得他所设下奖励。程笑看着这个独属于他的地下王国，发出了凶恶的叫声。我一路从外城的贫民窟爬到城中心，可不是为了让向导绑定。与此同时，3大家族之一的白家庭院内，向导排名第2的白双儿轻启朱唇：“哥哥，你要与这个向导绑定吗？”眼眸轻垂，藏着自己的心思：“这不关你的事。”白青说完起身离开，实则心里早已做出了决定。他从医这些年来，还从未想过绑定任何一个向导，但让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此刻的 H01号别墅内，已经有一个4S 哨兵正在恭候主人的到来。江兰刚打开门，便听到一个冷清磁性的声音：“你回来了。”只见一个俊美的高大男子立于室内，强劲有力的腰肢，系着的却是粉色围裙。你是我的哨兵吗？欧阳恒点点头，性感冰冷的薄唇轻启：“快来吃饭，吃完饭去绑定。”冰山美男的温柔让江兰差点呼吸不过来。听说你们这些被强行分配给向导的最强哨兵，见到向导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杀了他。欧阳恒闻言却红了脸道：“看到身份卡上的任务时，我想的第一件事是该买什么样的围裙。”江兰顿时尴尬住了，真是谣言害死人。他期待的战斗没有来，反而来了一个如此英俊的家庭主妇。接着便见欧阳恒黑眸微动，不过其他的3个哨兵倒是不一定。江兰闻言眼睛顿时亮了：“真的吗？真的吗？”这让欧阳恒沉默下来，看着这个长相稚嫩的少女有些意外。他的向导好像不但不怕，反而十分期待与渴望。2个小时后的终端大厅人员稀少，有些甚至已经打起了哈欠。江兰与欧阳恒的出现，像是投放在内的一个炸弹，瞬间引爆了所有人的情绪。那是我的男神欧阳恒，他是来绑定的吗？他
他为什么会来绑？此刻二人并肩而来，江兰虽穿着简单服装，却也丝毫不逊色于身侧的欧阳。二人站在一起倒是般配。众人正愣神时，江兰来到一个工作人员面前，请问如何绑定？可面前的王双双却不愿把视线从欧阳恒的脸上挪开，勉强回答：只要出示向导和哨兵的身份卡，就可以完成绑定。说着，他还在欧阳恒身前咽了咽口水。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下一刻，欧阳恒冷眸看向他，无端的寒气从王双双的脚底直冲大脑，他的面色瞬间变得惨白。抱歉，我刚刚走神了。赶忙熟悉的接过身份卡，操作起来。江兰。欧阳恒已完成绑定，随着机械音响起，哨兵排行榜上，欧阳恒的信息变为已绑定，整个世界都沸腾了。暗组织办公楼顶层，秦放一张英俊默契的脸，勾出危险的笑容，磁性好听的声音，伴随着对欧阳恒3个字的谴责：背叛者。谁不知道，若为绑定哨兵要杀了向导重获自由，必须连带着与向导绑定的哨兵一起杀掉，而被绑定的哨兵则必须力保向导，否则向导死，绑定的哨兵同样也得死。另一边地下黑场内，程笑恨不得将手中的身份卡捏碎。欧阳恒，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城里最大的敌人。白家别墅中，白青一口气将口中的茶给喷了出来。什么情况？欧阳恒怎么可能如此冒失？而另一边的别墅内，江兰还来不及坐下，便听到欧阳恒不容置疑的清冷嗓音：把衣服脱了，明天一早就要出任务，得提前洗好，等回来的路上再置办新衣。对了，先把你的里衣和摇裤脱下来给我，这2件贴身衣物需要最先洗好晾干。说着，欧阳恒已经把他的粉色蕾丝花边围裙穿上，哪怕是江兰这么一个身经百战特种兵女王，都被欧阳恒说的有些不好意思。那个，其实我可以自己。可话还没说完便被打断，脱下来给我。欧阳很冷峻的五官透着不容置疑的严肃，好像江兰说的话不是简单的诉求，而是剥夺了他照顾他的权利。江兰不敢再争辩，救命啊，还不如是想要杀了他呢。执着于为他洗衣做饭的哨兵，他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应对啊。他逃也似的回到卧室，门口的欧阳恒声音还在回答：脱完后记得用被子把自己的身体裹好，不要着凉。说完便在门口静静等着，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他等待终端分配向导已经有好几年了，很庆幸终端分配给他的向导是他。这样想着，男人薄唇不经意的扬起。这时门打开一条小缝，一只手臂将衣服递了出来。欧阳恒接过衣服的刹那，不经意的看到了门后的一抹景色，他耳朵蹭的红起，如磐石般稳固的心意识慌乱了起来，拼命压制着自己情感，接过衣服转身离去，冷着脸认真的洗摇裤。卧室内，江兰捂着被子面红耳赤，心跳个不停，这种感觉与战斗时的兴奋和刺激完全不同，还是第一次体验呢。而欧阳恒洗完衣服，则思索起明天的任务。一般对付高级别的会，必须有一个哨兵贴身保护着向导才可以，可眼下其他3个哨兵迟迟不来完成绑定，明日的作战必定不会简单。阿兰出身贫民窟，一人靠捡垃圾长大，对于军事指挥方面只怕了解不多。他之前带领全校4副官52哨兵与10支 S 级会作战半个月，但他的副官和哨兵们也被折腾得精疲力尽，可明日却要只身对战 SS 级的会，想到这，他不禁湿润了眼眶。不管如何，明天他一定会保护好阿兰。另一边，暗组织办公楼内，明日就要去密林鬼窟挑战 SSS 级会，希望这一次能让我感到一些压力。秦放唇角上勾，眼中都是疯子对作战者的兴奋，打脸总是来得很快。次日的鬼窟林中，欧阳恒护在江兰身侧，警惕打量着周围。下一刻，汹涌的巨响响起，江兰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会究竟长什么样子，通体血红，宛若没有皮肤，嘴巴更是像被人用火把硬生生冒出一个洞一样，鬼迷日眼的，看起来让人头皮发麻。是 S 级的会，欧阳恒面色稍微有些难看，他虽身为4S 哨兵，可会不是轻易战胜的东西，更何况今天还是他极易被会污染3月一次的精神狂乱期，而他还需要保护毫无作战和指挥经验的阿兰。突然，嗖的一声，欧阳恒只觉得面颊处有一阵风滚过，面前便出现了江兰与 S 级会作战的荒唐画面，这让他彻底呆住了。冰山式的脸，平生第一次出现了震惊的表情，因为江兰的出手速度太快了，让人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力量和速度会出现在一个指挥的向导上，甚至脸上的表情还那么兴奋。砰砰砰，江兰双拳出力，恶狠狠地暴打着眼前的怪物。S 级会恼火地挥动着自己的4肢，身上弥漫出污染精神的黑色瘴气。江兰赶忙避开，然后看向欧阳恒，这玩意该怎么杀？欧阳恒这才回神，手中已然出现了一柄闪烁着蓝光的长剑。我来保护你。江兰有这样的自保能力，他也可以放心拼杀了，只希望狂乱期来的再晚一些，让他不会被会污染的过于严重。江兰观察起欧阳恒手中的武器，看样子就是把哨兵的精神力通过道具释放出来，这让江兰眸子转动，自己空间内还有不少飞机枪炮，岂不是可以用子弹的形式将精神力发射出去？江兰迫不及待就要掏出武器实践，怎料手枪还未取出，一只新的会便从树林中窜出，吃了它，只要吃了它，他就能够升级成为4S 级的会。他快速甩动着手臂，抓着江兰朝密林深处奔跑。正在战斗的欧阳恒顿时心乱如麻，他大意了，江兰即便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SSS 会的速度？他加速去追，却因为狂躁期的原因，被会彻底污染，陷入了癫狂。若在12小时内无法解决，他就会彻底以这样的状态活下去。他不知道的是，江兰是故意让会捉走的，毕竟空间内的东西太多，若不找个无人的地方，又怎么好每一样都实验一遍呢？只听砰的一声，一粒圆形的蓝光子弹从江兰手中的手枪射出，直直的射入了 SSS 级会的身体内。会凄惨一叫，顿时松开了抓江兰的大手。既然这样的话，下一刻，江兰手中出现一把机关枪，试试这个如何？一连10发子弹通通击入了 SSS 级会的体内。SSS 级会顿时惨叫声阵阵，动静瞬间吸引到了距离这里不远处的一支队伍，由秦放带头的4人小队。这声音听起来至少是
S 级的会，其中一人警惕无比，看起来倒像是单方面的虐杀了。下一刻，为首的秦放动了，不一会功夫就到了江兰附近。他窥探着被 SSS 级会遮挡住身影的人，想知道这个把 SSS 级会当玩具一样打的哨兵是谁？难道是那个传说中地下飞场的老大丞相？秦放猜测，毕竟除了他以外，只有2个家伙有这能力。白青一整天装的温润如玉，实则就是一个洁癖到骨子里的狐狸，根本不可能来这种地方。至于欧阳恒，他的脸上浮现轻蔑，已经变成一个向导的狗的欧阳恒，又怎么可能会独身一人来鬼窟里？只怕如今正像一条狗一样，跪趴在那个向导的脚边讨食吃吧。猜测间，被会遮挡住身形的江兰终于出现，他面上是张扬恣意的笑容，手上拿着星际从未见过的冷兵器，这让秦放霎时间愣住了，竟然是一个向导。他望着玩弄 SSS 机会的江兰，心口被他的一举一动惹得痒痒。如果是这样的人成为我的向导，他倒是也不介意，只是他翻唇笑着，这磁性似乎把 SSS 级的会想得太简单了。果然话刚落， SSS 级会恼火地瞪大了眼睛，周身瘴气煞瞬间浓厚了10倍，每一股瘴气都凝成了尖锐的利剑，直直朝江兰的精神刺去。初次被刺中的江兰还未察觉到什么，可当他在抬手发现自己双手变得异常沉重，才反应过来不好，他小看这个世界上的怪物了。他快速做出判断，现在只能够依靠激怒他，被打中，然后被甩出怪物的攻击范围，否则会被持续的精神攻击导致昏迷。他抬手想再次送出一发子弹，腰肢却被人轻轻松松地握住，轻而易举地把他带离了会。想法不错嘛，秦放低低地笑着，只可惜你对 SSS 级的会了解的太少了。秦放没有放开江兰，他本能地感觉到他身上有一股极其吸引自己的力量。男人伸出了另一只手，暧昧地摩挲着磁性苍白的小脸，告诉我，你有没有绑定哨兵？周边没有哨兵保护的江兰，让秦放下意识地认为这是孤身一人的向导。男人鼻子对准江兰的鼻子，呼吸与她缠绕在一起，极为享受地与江兰亲密接触着。你很合我的胃口。下一秒，他张开嘴巴，在精神恍惚的江兰脖子上狠狠咬下。江兰此时根本反抗不了，只得无力地闷哼一声，哈哈哈。秦放没有离开他的脖颈，反而细细舔舐着，笑声阵阵。就在这时，一阵嘹亮的叫声出现，是江兰的精神动物，一只通体金黄色羽毛的飞鸟。球球身形迅速放大，金黄色的瞳仁直直盯着拥抱着主人的秦放，做出随时进攻的姿态。秦放见状，笑声更甚了，你的精神动物倒是和我的也极为相配。不过，秦放看向远处，朝着他们奔来的会，为了不让我亲爱的受伤，我又怎么能够把你置身在危险之地呢？他刚将彻底昏迷的江兰放在树下，球球就已经挡在了他与江兰的面前。秦放有些无奈，看来只能快速解决掉这只会，才能和你再见了。有了球球的出现，秦放倒也不担心了。精神动物代表主人的状态，球球没出现被污染的现象，足以说明江兰只是暂时昏迷而已。下一刻，男人转身参与进战斗，而此地不远的密林内，一匹通体雪白的雪狮，此刻周身却萦绕着黑气。他正拽着欧阳恒的衣服，朝感应的方位走去。一双富有王霸之气的双瞳内，隐隐出现狂乱的情绪。这正是欧阳恒自出生起便显形的精神动物。就在这时，球球发出欢快的鸣叫，因为二兽的主人为精神绑定，他们先天性对彼此感到亲密。雪狮发出一声长啸，往感应的所在地跑去，完全不知眼前是什么的欧阳恒，只是感知到了那股让他拥有强烈的向往感的存在，就下意识地收敛了自己所有的力气，本能的不想周身的气息吓到江兰。他缓缓蹲了下来，抱住江兰，缓解着自己周身的癫狂。阿兰，阿兰，他低低唤着，狂乱的精神一点点的被抚平，彻底昏沉的睡了下去。等欧阳恒再次醒来时，才发现自己不知何时躺在江兰怀中，平安的度过了被会污染的癫狂期，更度过了自己3个月一次的狂乱期。这让欧阳恒讶异无比。向导要抚平哨兵的精神，必须要在清醒状态下用精神力一点点安抚。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只是在向导的怀中入睡，就可以消除掉哨兵一切精神层面的不平静。他认真看着，总算看到了江兰发白的面色。男人一下慌了神。阿兰，阿兰，骨节分明的手掌轻轻捧起磁性苍白精致的小脸，冷漠清寒的眸中只剩对江兰的在乎。清澈磁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江兰有些不舒服的蹙了蹙眉，然而这微微的蹙眉却像是扎在了欧阳恒的心上。他这才想起可以用平复好的精神力去查探江兰的情况。等到检查完毕，他才彻底放下心来。还好只是短暂昏迷了。他心疼不已地抚过江兰额前碎发，这一动作却看到了江兰脖颈上无比显眼的牙印。他呼吸骤然停滞，周身的力气比3月一次的狂乱癫狂期还要恐怖上10倍。最终他将头低着，艰难地咽下胸腔处翻滚的怒，将江兰轻柔的拦腰抱起，就像是害怕把她碰碎了的小心着。他要带阿兰回家，要是让他知道是哪条狗咬了阿兰，他不介意将对方剁碎了。欧阳恒和江兰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鬼窟林中，另一边的 SSS 集会也被成功击杀。哈哈哈哈，首领就是首领，这么快就带着我们把一只 SSS 集会击杀了。其中一个成员哈哈大笑，末尾的弟兄们又可以提升精神等级了。秦墨萧闻言歪唇一笑，手中的橙色星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不，这枚星河不是我们打下的，早在我们和他战斗之前，就已经有人把他折腾的受不了了。成员面色惊讶，难道还真的有其他厉害的组织出现？秦放舔了舔牙齿，笑容邪气，不是组织，更不是哨兵，而是一个向导。什么？3个人齐齐大惊，一个向导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秦放神色间是闲庭信步的悠闲，看来我要尽快杀了那个被终端强行分配给我的向导了，否则我又怎么能够和亲爱的绑定，让他一生只属于我一个人呢？思及此，他急速地朝着安置江兰的树下而去，可等待着他的只剩一场空。另一边的灵妖洞别墅前，欧阳恒刚抵达，就看到了门口站着一个不速之客。白青神情散漫地等着他来，并不是为了和江兰绑定，而是想要来看一看欧阳恒和江兰绑定的真正原因。至于江兰，
呵呵，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他，你来做什么？欧阳恒话语里的敌意异常明显，他知道与向导绑定的哨兵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但自从看到那个狗牙印后，心中不知何时升腾起无法抑制的占有欲。此时白青笑眯眯地打探情况，看你一整天没出现在军校，我干脆就来这儿等你了。察觉到对方并不在乎江兰，欧阳恒的手这才松了松。你怀中的就是那个向导吧？白青啧了声，可真弱啊，一个小小的任务就不省人事了。不过看起来你狂乱期倒是平安度过了。欧阳恒因为自出生起就拥有最强的精神力，3个月一次的狂乱期对于他而言就是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好在白青有着研制疗愈药水的本事，3个月的精神狂乱期，他一直是靠他的药水在3天的折磨中度过。但这一次看来异常轻松，就度过了狂乱期啊！白青眯眸笑着，你和他绑定是为了利用他帮你度过狂乱期吧？欧阳恒闻言顿了顿，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利用终端分配给他的向导，在他的认知里，向导就是他需要去照顾呵护的存在。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他对阿兰不仅仅有着照顾呵护的心，还有那浓郁的要溢出来的占有欲。我是要利用他。欧阳恒毫不脸红的撒谎，并不希望白青继续留在这里。果然如此，白青的眼中闪过得意，他唇角弯弯，我有办法让你在短时间内断开和他之间的精神绑定，只要在这期间杀了他，我们就能够彻底解脱。而且这个新型药剂比起之前能进一步安抚你的精神。白青说着拿出一支淡绿色的药剂，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闻言，欧阳恒眼中神色陡然变化，他与白青来往次数不少，彼此间也生出了些许兄弟情。若是别人的话，他此时定要杀了对方。谁知他的不作声，白青理所当然当做了默认，手中的药剂直直朝江兰的脖子上扎去。啪的一声，欧阳恒一拳头打中了白青的手腕，白青手腕直接骨裂，手中药剂更是摔倒在地上，他眼中全是不可置信。欧阳恒，你故意打碎我的药剂，就是为了保护他，保护一个只是为你疗愈了一次就昏迷的向导。欧阳恒面上的表情冰寒一片，我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阿兰，也因为我不愿意和他断开精神绑定，哪怕一刻都不愿意。闻言，白青都气笑了，你就为了一个软趴趴的雌性和排行前4中的3个哨兵为敌？但欧阳恒却不愿意多说，因为他直觉地相信，如果他们也与阿兰相处一段时间，必定也会和他一样不知不觉的迷恋。他根本不愿意与旁人分享向导。此刻欧阳恒脑海中又想着江兰脖颈上那个碍眼的牙印，白青被他冷漠的样子惹怒了。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你就不用怪我和其他2个哨兵联手杀了你和这个向导。他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去，背影中都是怒气。半晌后，向导医生为江兰诊治过了身体，只是他的面色有些尴尬。欧阳长官，您的向导并没有生什么大病，只是为了疗愈您耗费了太多的精神力，这才陷入长久的昏迷。只要您那个……刘源尴尬地看了一眼床上的江兰，这让他怎么好意思对欧阳长官说接下来的话。欧阳恒见他面色为难，顿时急了起来，可是药物难寻。不是，刘源难以启齿地说出了后面的话。向导若要恢复精神力很简单，只需要与绑定的哨兵来几场零接触，且越多好的越快。闻言，欧阳恒喉结上下滚动，我知道了，费用一会打到你的身份卡上，你可以走了。医生离开后，暧昧的火焰让室内升温，男人手指温柔地抚过江兰耳边的碎发。阿兰，快些好起来。男人心疼的低声说着，他只愿阿兰能够快些好起来，并不愿趁着阿兰陷入昏迷，用帮助他快速恢复精神力的借口，去蛮横地对阿兰做冲散他心底嫉妒的事。另一边，回到家里的白青脸色难看，刚踏入别墅，却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白双儿正坐在布满精美佳肴的餐桌前等他。哥哥，你回来了。白青的面色瞬间难看了起来，你不在你的必区别墅内待着，在这做什么？那张温润如玉的面颊对白双儿没有丝毫的好感。白双儿是他的妹妹，名义上的白家千金，但实际上她是爸妈在5岁时领养回来的，比他小了2岁的妹妹。因为他们家需要一个向导来作为应对外界看法的门面，可他的这个妹妹不知何时变了，不再像小时候一样温柔淡雅，反倒变得偏执。有一次，他无意中窥见了妹妹的真面目，那是在他满18岁被终端分配哨兵的那一日，他发现了白双儿竟对爸妈下毒，差点残害了他们。他质问，他却只是癫狂的笑，并对他诉说着那近乎偏执的爱意。哥哥，我干妈爸是为了你啊，他们是挡了我们在一起的阻碍，只有嘎了他们，我才能和你在一起。只要我们可以在一起，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自那天起，白青对白双儿彻底没了兄妹之情，找借口让妈爸去度假山庄养老。把这件事情瞒了下来之后，白双儿倒像是没事人一样，规规矩矩地绑定了终端分配的3个哨兵，去了终端分配的 B 区别墅内居住，却3天2头的来白家别墅，就像是从未和哨兵绑定过，依旧只是他的妹妹。但他知道这只是假象。此时，白双儿撅起小嘴，哥哥，饭菜都快凉了，你快来吃啊！白青双手握紧成拳，他却不能够戳破他的真面目，因为这样不仅会让妈爸气死，更会让白家蒙羞。他转身离开，白双儿矜持的面容凝上了可怖的疯狂。为了能和哥哥绑定，他拼了命提升自己的精神等级，甚至连最爱的爸爸妈妈也要嘎掉。可哥哥不仅看不到自己的心意，还如此冷淡地对他。今天哥哥一整天不在，他问询了一番，竟然是去找终端分配给他的向导了。白双儿恨得身体打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阻拦他和哥哥在一起。江兰这个贫民窟来的贱骨头一定要除掉。另一边，还在昏睡中的江兰迷迷糊糊闻到了香气，哪成想刚醒来就发现自己虚弱的不得了。看来是我太高看自己了，没有系统了解这个世界的会就直接动手，丝毫不知自己是这世上第一个和会战斗的向导。这时，欧阳恒到了床边，你醒了。他声音轻柔的不像话。江兰有些不好意思，我给你添麻烦了。正说着，他脑海里突然浮现出秦放的脸，那个人救了他，似乎还对他做了什么别的事。没事。欧阳恒扶起江兰，靠着床头坐好，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不然也不会让你陷入昏迷。说到这，他眼神寒了一瞬，看向江兰脖颈上的创口贴，更不会被来路不明的野犬咬伤。闻言，江兰有些心虚，归根结底还是我的错。他以为可以解决
决掉那只 SSS 机会，却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欧阳恒当作可以一起作战的战友，而只是一个阻碍了他查看随身空间内武器的外人，所以才会引发出了这种种意外。你的身体我已经请医生看过了，只需要……说到这，欧阳恒愣住了，只需要好好休息就会没事的，并没有把需要和哨兵亲密接触这样的话讲出来。他眨了眨好看的眸子，把事情前后说了出来。当听到军校的医生为自己诊断时，江兰眼神亮了亮。明日你可有时间带我去你所在的哨兵军校内一起训练吧？原主的记忆里，只有在家学来的指挥哨兵作战的事，并没有与哨兵共同击嘎会的相关事宜。显然向导与哨兵的精神绑定比他所想的还要更加利于战斗。昏迷以后，江兰被照顾得很好，他已经彻底将欧阳恒归为了战友。感受着手腕上的温热触感和细腻肌肤，欧阳恒喉结上下滚动着。他虽不知阿兰在这一次与会作战中发生了什么，但他清楚地察觉到阿兰对自己更加亲密了。另一边，秦放刚回到暗组织，便有侍者递上一封请柬，是地下黑场的王程孝给您送来的合作请柬。秦放接过请柬，白青那边没有动静吗？侍从挠了挠头，听说程孝也把请柬送去给了白家别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妹妹白双儿代为接受了那张请柬。第二天，江兰起了个大早，经过一夜的休息，她的精神力明显好上了许多。穿着制服的欧阳恒被江兰彰显着他朝气的容颜迷得不要不要的。阿兰真是好看，不过阿兰精神力的恢复速度为何会如此之快？愣着干什么？江兰笑嘻嘻让男人坐下，快些吃早餐，吃完去哨兵军校啊！欧阳恒望着江兰的眸子，无比享受着这段与江兰短暂安静相处的时间，恨不得永远跟江兰在一起。江兰却满脑子都是打打嘎嘎，期待着和欧阳恒并肩痛快战斗的样子，但随身空间里的东西依旧不能够如此显眼的拿出来，所以他打算再去趟鬼窟陵，就说在那无意间找到的。嘿嘿，饭后二人来到哨兵军校，今天人出乎意料的多，随处可见一个向导带着3、4个哨兵，甚至是8、90个哨兵的画面。江兰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一切，欧阳恒脸色绷了绷，他竟忘了今天是每3个月一次的为期2天的向导与哨兵联合训练。好在这一次他也有了向导。阿兰，跟我走。他牵起江兰的手，一路向前，二人气质都非常出众，一进军校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们这些最低也是 S 级的向导与哨兵，没有一个是不认识欧阳恒的，可江兰却无一个人知道。但除了江家的人，江家4小姐江娇珠瞪大了眼睛，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直直盯着江兰的脸看个不停。江兰居然真的是江兰，那个在家中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跟他爹一样无用怯懦，被妈妈丢去贫民窟，从家族谱中除名，还连夜办了葬礼，向世人宣告他摔死的江兰。娇珠不是没看到向导排行榜上的名字，可她一开始就没有将二人联系在一起。毕竟她那个一无是处的废物妹妹，就是一个精神力为负，甚至连一个精神动物都没有的孬种，怎么可能会突然成了 SSS 级的向导，还成了特级指挥官？这让娇珠气得咬牙切齿，心中涌动着不知从哪猛然间爆发的嫉妒。教主，你怎么了？身侧他绑定的一个 S 级哨兵柔弱无骨地贴上了他的身躯，怎么突然间就生气了？娇珠怒视说话的人，有你什么事？一个成日只会撒娇卖乖，长成一副狐媚样子的哨兵，除了整日黏着我缠着我，你还会做什么？有着欧阳恒的对比，娇珠简直要气死。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赶紧回你那个哨兵爹的蝌蚪里，好好再重新打造一番，换个样子出来。黎潇面色苍白无白的近乎透明，他们哨兵的地位一向低下，不仅没有选择向导的权利，在和向导绑定后，更是只能依赖向导而活。向导死他们就死，可是他们死，向导却能立马分配新的哨兵。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们只能够使出浑身解数，讨得向导欢心。欧阳恒带着江兰进了办公室，到处都是禁欲的气息，黑色的真皮沙发和充满野性的装潢摆件，显示着欧阳恒这人的张扬。欧阳恒站在窗前，一副惹人恼火的样子。江兰看着这幅画面，有些没来由的冲动，真是奇怪。他觉得身体有些燥热，心间更是被磨得痒痒的。1天前，医生向导告诉给欧阳恒治疗向导精神力亏损的方法，其实只说了一半，而另一半则是精神力处于亏损状态的向导会不受控的想要向哨兵索取以此疗愈。欧阳恒对此毫无所知。我的副官马上就来，他会为我们安排一个无人的训练密室。话刚落，他整个人就被江兰紧紧抱住。欧阳恒瞳孔骤然紧缩，不敢置信地看着怀中的人，分明隔着一层衣服。欧阳恒却觉得浑身犹如过电般，让他喉间发痒。沙哑的声音之下，是青筋鼓噪的克制。阿兰。江兰紧紧贴着欧阳恒，只觉得他的身体上有他想要的东西，只要靠近他，就会感到十分的舒服。他脸颊蹭着欧阳恒，喃喃地唤着欧阳恒的名字，声音娇嫩的仿佛能滴出水来。直到此时，窃喜的欧阳恒才意识到了不对。就算阿兰昨天刚对他的感情有所增加，绝对不可能在第2日就会对他如此亲密，更不会用这样意乱神迷的声音唤他，一定是有哪里不对。欧阳恒宽大的双手小心翼翼地、缓慢地将他从自己的怀中推开。就在这时，门被人猝不及防地打开。长官，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庄格这才看到背对着他抱着谁的欧阳恒，有些没反应过来，而欧阳恒则是紧紧地拥抱着江兰，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看到阿兰现在的样子，谁也不可以。庄格终于反应过来，长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和您的向导正在温存，我这就离开。等等，欧阳恒声音暗哑的不像话，告诉我哪个训练密室无人，顺便去将白青带到密室。是。庄格告知密室编号后匆匆离去，临走前还不忘把门给关上。欧阳恒终于有了喘息的时间，他将江兰单手揽在怀中，察觉到他是需要靠着他来缓解不舒服。他先用外套罩在江兰的头顶，把江兰单手公主抱起。他认识的医术顶尖的人唯有一个，那就是阿兰需要去绑定的白青。他太了解白青了，知道他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和自己决裂，更不会身为医生主动伤害江兰。
却不确定他是否会主动绑定江兰，但此时已无可奈何。另一边，收到消息的白青唇角上勾，若是欧阳恒知道向导的精神力无法恢复，完全一直保持那样的状态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精彩的表情？到了密室后，果然发现江兰的头上蒙着衣服，他顿时嗖嗖笑道：“忙着呢。”欧阳恒面色焦急：“阿兰病了，快帮我看一看。”白青却不为所动，仍旧漫不经心地在江兰附近踱步着。哎呀，病都病了，怎么能不让医生看看病情呢？说着便一把掀开了江兰头上蒙着的外套，他倒是要好好看看这个向导长什么样子。恍惚的江兰被突然的光线照醒，只见一个19块腹肌的男子站在眼前，但一双上挑的眼睛却充斥着顽劣，甚至还带着一些恶意，似是在看他是一个什么样可耻的货色。这让江兰猛然间变了神色，身体四肢被他强行唤醒，以极快的速度压住了男人的脖子。他虽面色红润，眸子中却是前所未有的警惕与凛冽。你是谁？我的战友欧阳恒在哪？白青喉咙被江兰用不小的力道压制，喉咙嘶哑的发不出声音，脸颊也因为窒息越来越红，可一双眼睛怎么也不舍得眨眼的盯着江兰的眸子。外套拿掉的一瞬，他看到了江兰的脸，一张极其精致漂亮但虚弱夹杂着透红的脸，他实在是瞧不上。可当那双眼睛睁开的刹那，他却呆住了，尤其是眨眼间就把他死死压在身下，精准压住他喉咙的向导，惹得他心脏小鹿般乱撞。可惜不幸的是，江兰还未问出个所以然来，精神力就再次不知的身体一软，将要趴在白青的身上。察觉到江兰的变化，白青已经做好抱住江兰的准备，怎料下一刻，欧阳恒长臂一揽，将江兰结结实实揽到了自己的怀中。他占有欲满满的紧紧搂住江兰，戒备的望着白青：“你该为阿兰治病了。”只一刹，白青就知道了欧阳恒为何宁可会选择与他们3个最强哨兵为敌，哪怕与他断绝朋友关系，也要保护江兰的原因。他们的向导和任何一个向导都不同，他的眼睛璀璨如星辰。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向导可以让他们的战力进一步提升。此前所有向导都是娇滴滴的废物，实在让他提不起心思，更别说绑定后臣服对方了。可眼前这个女孩，值得任何一个哨兵在战场上将生命托付出去。白青哼笑2声，升起了浓浓的想要与他在一起的渴望。既然要我为我们的向导治病，那你也该把他放下，让我为他诊治不是？欧阳恒握了握拳头，察觉到白青态度的改变，可现在他并不知江兰怎么了，只能够依赖白青的医术，而白青就是故意不把真相说出来，笑眯眯地看着欧阳恒行动。若说之前他会因为想看欧阳恒的表情而这样做，但现在的他只想进一步接近这个强大而美丽的向导。欧阳恒被逼无奈，将怀中的人放到了椅子上。白青检查后笑了笑，不用担心，这不过是向导的成长期罢了，只需要一剂药就可以度过成长期。欧阳恒第一次听说向导还有成长期。没错，白青眨了一下眼睛，直接扯谎，向导每过18岁都会迎来成长期，用药剂就可以安然度过。不过向导的成长期状况更加不稳定，也不确定时间罢了。他说着，便拿出一管淡蓝色的药剂注射进去，实际上不过是补充精神力的营养液。白青笑呵呵说着，最好让他多休息休息，差不多要个10来天吧。他撒起谎来，心不慌脸不红，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想延长和向导在一起的时间，否则以欧阳恒目前的脾气来说，定会将他轰得跪地不起。见诊治完，欧阳恒毫不客气挡在白青与江兰间：“你可以走了。”白青发出清冽的低笑：“欧阳恒，你赶人的速度未免有些太快了吧？”他一动不动，脸上明晃晃的写着几个大字：“我不走。”欧阳恒冷厉的面色变得更加阴寒，事情果然朝他最不想看到的方向发展了。白青，你该走了。他的语气变得更强硬了些。白青却不说话，仅仅是笑盈盈的看着。随着一声嘤鸣，打破了二人的僵持气氛。江兰迷迷糊糊的睁开了眼睛，他看清楚了欧阳恒对面的，似乎是那个对他有着非同寻常恶意的家伙。他蹭地站起身，想要再一次逼近询问，哪知才走了半步，双脚就虚软的踉跄了一下。白青等的正是这个时候，他眼疾手快，抢先欧阳恒一步抓住江兰双臂，轻而易举将江兰的身体拉住，不带有丝毫暧昧，而是光明正大与江兰接触。他和善的笑着：“不要乱动，你现在正是虚弱的时候。”什么？江兰头昏脑胀，看着这变脸极快的人，心中很是觉得奇怪。我是白青，白医生可以让他坐在椅子上休息了。欧阳恒十分不爽快地打断了他的话。他此时浑身充满嘎气，在今日之前，阿兰分明只是他一个人，可是因为这一次任务，阿兰不仅脖子上出现了不属于他的痕迹，就连对阿兰不在乎的哨兵都变了心了。好，白青嬉皮笑脸，将江兰扶到了椅子上。看来欧阳恒这家伙对自己的向导用情很深啊，只是很可惜，向导本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也是我白青的。此刻的江兰顾不得其他，白医生，我的身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放心好了。白青笑着，我已经为你注射过药剂了，接下来你只需要休息10天就没事。江兰却非常不满，休息10天，那我和欧阳恒岂不是不能够磨合训练了？此前没能嘎了那只 SSS 机会，他的好战心强烈无比，巴不得让他死得不能再死。这个啊，白青咽了咽口水，脑海中浮现的是江兰那迅捷如风的速度，这个样子的向导实在是好看，他也想多看一些。他脸部红心不跳的说道：“虽然你不能够使用精神力了，但正常的肉身锻炼是不会有任何障碍。”太好了！江兰闻言看向欧阳恒，眼中充斥着跃跃欲试的兴奋，想和欧阳恒肉搏来对抗一番试试。欧阳恒眼看江兰因为白青所说的话愈发高兴，哪怕知道江兰对白青没有丝毫的兴趣，内容也不过是正常的医患交流，可他的心中还是不愉快到了极点。阿兰的笑容很好看，可现在多了一个哨兵，而且还是会与阿兰绑定的哨兵看到了。欧阳恒知道，此时此刻的白青恐怕只恨没有早一点与江兰绑定。正这样想着，江兰拍了一下欧阳恒的胸膛：“来，我们打一架。”欧阳恒纯冷然的绷住，根本不想和江兰打架，他的怒火正在体内四窜。
砰的一声响起，他拳头打到了白青的脸上。江兰一脸错愕，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白青的俊脸瞬间淤青，唇角也溢出了血液来，可他不怒反笑，呵呵呵，这样你就受不了了。一听这话，欧阳恒眼中凝上极度的火焰，直接朝白青扑了过去。白青也不躲，反而看好戏一样跟着迎了上去。哈哈哈，他的向导叫阿兰对吧？多么好听的名字啊！阿兰，阿兰，阿兰。呵呵呵，这么好的阿兰，这么与众不同的阿兰，欧阳恒又怎么能够独自享受并拥有呢？二人的风格和攻击方式瞬间吸引住了江兰的眼球。他仔细地观察着欧阳恒的攻击，快准狠，行动间虽然带着发泄的意味，但是不难看出他的一举一动仍是冷然的判断。而这个白医生虽然是满面笑容，但可以看出他在迎接欧阳恒的攻击时有些吃力。果然，白青落了下风，被欧阳恒按在地上打了一拳又一拳。江兰看着嘎红了眼的欧阳恒，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再这样打下去，欧阳恒会把这个白医生给打死的。欧阳恒，别打了！他赶忙大喊阻止。闻言，欧阳恒听话的双手无力垂下，他的眸中光泽暗变得有些颓丧。江兰十分不解，欧阳恒这是怎么了？哈哈哈哈！被打得不成人形的白青反而笑得停不下来，特好听的声音飘进江兰耳中。忘了说了，我亲爱的向导，鄙人便是你4个哨兵的其中一个，星际排名前4的哨兵白青。江兰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欧阳恒会突然这么怪异，看来是吃醋和占有欲作祟。他上前坚定道：不用担心，你于我而言是无法替代的阵营。虽不知这个叫白青的哨兵为何突然出现在这，但欧阳恒对他而言始终是不一样的，是他在这世上的第一个战友，也是无条件信任他、与他共同作战的战友。欧阳恒呼吸紊乱几分，垂下的头缓慢抬起，看向江兰好看的眼睛。阿兰说他是无法替代的，他心底溢出甜蜜。好，终于肯放过白青，站到了江兰身旁。地上的白青却不愿起来，为什么这样好看的捉弄戏码？江兰突然不乐意看了。此刻时间已经来到傍晚6点，欧阳恒温柔看了过来。阿兰，你饿了一天，晚上想吃点什么？让我想想。江兰思索了起来，俩人完全忘了地上还有一个白青。白青干笑着坐起身，心中很是不舒服。阿兰，不要忘了，你要和我去绑定站完成精神绑定。还有欧阳恒，如果你要做饭的话，不要忘了添上我的那一份啊。白青说的散漫，看起来毫不在意的样子。欧阳恒却知道他在意的很，摇摇扶额叹息道：先把你们身上的伤处理好吧，能做到我就和你去绑定，我这就处理。白青闻言噌地站起，浑身上下的伤痕在涂抹药剂后竟眨眼间就消失了。欧阳恒抬了抬下巴，不以为意，心想白青还不知道自己在阿兰心中的地位是永远也不如我欧阳恒的。他满满安全感的对着江兰轻声细语：阿兰，既然你要和白青去绑定站绑定，那我就先回家为你做饭。江兰点点头，与欧阳恒已经是老夫老妻相处模式的道：我想吃辣椒炒肉。好。欧阳恒温柔地揉了揉江兰的头发，才转身离开，一点吃白醋的样子也没有。这可把白青看呆了，以往高高在上威严无比的军校首席，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不行，他不能输。他刻意地压着声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磁性。阿兰，我们可以走了。江兰这才回神，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身后的训练密室，这密室看起来可真不错，真是期待10天后的精神力战斗磨合啊。他暗自琢磨着，根本没有注意白青的声音与刚才有多么的不同，也没有注意到白青见他毫不在意的样子有多么的伤心。白青疑惑死了，为什么阿兰看起来一点被他吸引到的样子都没有？他用尽全力想引起注意，可对方就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简直就是媚眼抛给瞎子看，白瞎了。此时外面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向导和他们的哨兵，白青的身形一出现，就瞬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城中心的人皆知，他们有4个最强哨兵，可能够见到的也只有欧阳恒和白青2个人，其他2人的身份都神秘无比，所以白青一出现，就立马吸引到了所有向导和哨兵的目光。白青真是太帅了，这么帅的哨兵为什么就不是我的呢？白青身边那个长得不错，还挺漂亮的，该不会就是那个向导江兰吧？该死，白青男神没有嘎了他吗？嘈杂的话语钻入白青的耳朵，他顿时慌张地看向江兰。刚开始他的确是抱着嘎了阿兰的态度，甚至是动了手，但没有成功。可这都是之前的事了。江兰疑惑看去，与他不安眸子相撞，刹那他便知道对方在想什么。他摆摆手，并不在意。我知道，除了欧阳恒之外，你们另外3个哨兵都想嘎我。他不以为意地笑道：如果你改变了想法，想要嘎了我，我随时欢迎。他眼中泛起对战斗的渴望。白青是一名医术了得的4哨兵，应该是个很有挑战性的对手。他这样想着，又笑呵呵地转头：真的，你什么时候反悔都可以。可白青此刻的眼神怎么有点可怕？那双眼睛里聚集着的是让江兰不要再说出任何他想嘎了他的想法。这样的话对江兰来说平平无奇，对白青来说却是侮辱，侮辱他对江兰的感情，侮辱他唯一一次的心动与喜欢。白青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可是在听到江兰无所谓地说出那番话后，他所有的情绪逐渐消失，眼里只剩下了火焰。但最后他只是沉默地低下头，委屈地抓住了江兰衣服下摆：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白青心脏在晃动，刚刚的火气一瞬间烟消云散，因为他想起来，最先让江兰有这样想法的是他自己，是他的偏执与偏见，从一开始就让他只有想嘎了阿兰的想法。即便是今天同意欧阳恒的话来为阿兰治病，也不过是想要看热闹罢了。他是最没资格生气的。阿兰，求你。男人声音颤抖，怎料面前的美人却只是笑了笑。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感到不安，但我说的都是认真的，我不会强硬的一定要与你绑定，也不会真的要和你打个你死我活。
只是想要和你来一场比较纯粹的战斗而已。江蓝眼底滋生出白青极其喜欢他的力量，说着，他伸出了右手。不过如果你决定好要与我绑定，我也不会反对。相反，有你这么一个强的战友加入我的队伍，我会很开心。白青听着江蓝柔和却格外有力量的话语，仿佛是有一朵朵烟花在耳边绽放，眼里心里都是江蓝温和自信的笑。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向导身上见过。他握住了江蓝手，对他的整个人深深着迷。我要成为你的战友。而两人之间的互动，让所有关注他们的向导和哨兵都看在眼里。很快就传开了，全程还在密室内训练的白双儿自然也收到了这消息。他眼神阴冷无比，哥哥的心他管不了，但他可以和想要嘎死江蓝的另外2个最强哨兵合作，让江蓝在这个世界消失。他的冷眸阴郁无比，哥哥，既然你无法把你的心给我，我也只能把夺走你心的家伙给嘎了。另一边，2人赶往绑定处的路上，白青突然噌地护住江蓝，是谁？下一刻，5个未绑定的 SS 级哨兵出现在眼前。白青见状顿时慌了，第一次怨恨起之前的自己。他被欧阳恒打到现如今根本无力反抗，也让他的阿兰连一点精神力都不能够展现。然而就在他打算拼死缠住他们，让江蓝跑路，哪成想江蓝嘴角勾了勾，你是4S 级哨兵，体力应该很好吧？白青正不明所以，怀里就多了一个人。白青的心脏砰砰直跳，想一直感受这种温存。江蓝却打断他的思绪，愣着干嘛？快跑啊！白青顿时飞速奔跑起来，他畅快地笑着，从未有这么开心过。飞快地朝欧阳恒所在的区001栋别墅赶去，身后5个哨兵面面相觑，最终看向了从阴影处出来的地下哨兵之王。成效只是为了看看这向导好不好嘎罢了，计划在今晚实施，遵命。其他5人低头应着。另一边，已经到了001栋别墅的白青，却还不太舍得松开抱着江蓝的双手，感受着怀中柔软的身躯，只觉得幸福的要冒泡。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感觉这么好。他柔情似水看向江蓝就要告白，哪知欧阳恒不合时宜的出现。江蓝走后，欧阳恒压着声音，阿兰的心思很单纯，根本没有如同你我这样低廉的私人感情。如果你胆敢对他说出扰乱他的事，我不介意嘎了你。欧阳恒眸子一闪，是猩红的狠厉。白青心中一凛，知道对方是认真的。欧阳恒爱阿兰爱的可真是深啊，只可惜他对阿兰的感情是自私的喜欢，只愿让自己开心的与阿兰贴贴。不过这种话他当然不敢说出来。欧阳恒这个连自己的爱意都能压下的怪物，指不定会真的嘎了他。夜晚降临后，江蓝睡得极为香甜，俨然将白青所说的好好休息听了进去。另一头的白青却躺在床上失了眠，他扭动着身体，一双宽大骨节分明的双手捂着自己的脸，生怕面孔上的笑容能够溢出来。阿兰阿兰阿兰，他一遍又一遍的笑着。身为 SSSS 哨兵，本应该会是一个出色的与会作战的哨兵，可是他没有，因为他被终端检测出是一个极度渴求亲密关系的心理扭曲哨兵，所以他被终端分配成了一名医生。他努力的研究医术，不为别的，因为他就是那个最大的病人。他此刻终于忍不了，从兜里拿出了一粒赤红色的药丸。没有人知道，哨兵和向导是可以短暂以精神动物的形象出现在人前，只要借助他无数个因心理扭曲而无法入睡的夜晚，研究出来的药丸就可以吃完药，白青昏睡过去。与此同时，一个有着成年男子小臂粗的蛇出现，不多时便来到了江蓝的床侧。趁着欧阳恒在1楼守夜，无人察觉时，他伸出了2条蛇信子在江蓝纤细脖颈的脉搏上。沉睡的江蓝顿时眉毛皱起，与上一次被禽放咬下去的感觉完全不同。他感到了一股骇人的阴恶，他立马睁开眼看着阴影处，你是谁？阴影中的成效狰狞的面庞上满是嘎意，没想到你竟然没有中我的药。江蓝这才发觉整栋别墅死一般的寂静，显然欧阳恒和白青都中计了。他的脸上浮现出笑意，看来你就是要嘎我的哨兵。虽然使用不了精神力，可他最强的从来都是自己的空间异能啊。于是他的手上出现2把手枪，邪笑着看向成效，不知道是他的枪更快呢，还是男人的精神力攻击更快呢？成效根本没看清江蓝手中拿的什么，目睹过他跳入白青怀中逃跑的画面，成效觉得这个向导好嘎的不行，直到那玩意轻而易举地打烂了他花高价搞来的光剑。成效看着地上几乎碎成渣子的光剑，惊住了，这是什么东西？还没反应过来，江蓝歪头一笑，将枪口抵住他的喉咙处。在生死战斗的时候，走神可是一个大忌。他精巧的面庞上，双眸燃烧着凛冽的光，上扬的唇角更像是一簇火焰，轻而易举地点燃了成效的心脏。男人喉结上下滚动，他一个哨兵竟然被一个向导帅到了。另一边，陷入迷乱的白青还在梦中构想着自己化成精神动物和江蓝痴缠在一起的画面，可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能研究出这样的药物，更不用说化成精神动物和江蓝痴缠。1楼大厅内同样不安宁，欧阳恒还在警惕望着空气，殊不知秦放就坐在对面不屑地看着他，可真是一个妥妥的背叛者。即便是再怎么好的向导又能怎么样？谁也比不过他亲爱的。他这样想着，一把凝聚着精神力的匕首出现，直直地朝着欧阳恒的心脏刺去。此时楼上的卧室内，成效的喉结下滚，眼睛当中凝满江蓝的样子。你手中的武器是什么？成效凶巴巴地说着，可心思早就已经不在江蓝的武器上。说完这话，他就有些懊恼了。他明明想要问的是，他究竟如何这么好看呢？江蓝又逼近了几分，这个哨兵怎么回事？刚刚不还是凶神恶煞的，怎么突然又转移话题了？成效察觉到江蓝的靠近，心脏砰砰跳动得更快了。他靠近我了，他在看我，在看我哎！男人害羞的脸红得能滴出血来，耳朵更是红得像熟透的猴屁股，根本不敢多看江蓝一眼，心中却萌生了一个想法：如果让他现在立誓在他的手中死去，他也心甘情愿。江蓝察觉到对方没了
战斗欲望，当即便收了手枪。真扫兴，我可不会嘎一个没有战意的人。可是，程笑很想说，如果可以再次靠近的话，他可以和他继续战斗。只是看着江兰那张漂亮的脸蛋，他怎么也说不出来，他实在太帅了。如果能让他摸摸我的头就好了。程笑瞥向江兰拿着手枪的手，心中的想法古怪又荒唐。江兰却以为是在好奇自己的武器，当即干咳2声，不自然地说道：“我在鬼窟林里意外发现的，哈哈。”运气很好吧？却不知程笑根本没听他说什么，一双眼睛全部都被他吸引着。你可以摸摸我的头吗？什么？江兰顿时被整懵了。可当他再一眨眼，面前这个刚刚还要死要活要嘎了他的哨兵，已经弯着腰肢将他毛茸茸的脑袋送到了跟前。突然，楼下传来的剧烈动静吸引了江兰的注意力，他脸色陡然一变。楼下发生了什么？闻言，程笑笑眯眯道：“没什么，不过就是另一个 SSSS 级哨兵在嘎守夜的家伙罢了。”江兰的眼中顿时浮现怒意。所以说你们今夜不只是要嘎了我？程笑发现江兰似乎生气了，但还是天真无邪的把自己原本的计划讲了出来。我用迷雾分别将你们迷倒，然后各自击嘎。说着，程笑嘴巴微微嘟起，有些委屈。阿兰，你不会生我的气吧？男人无辜又可怜的，用着那张帅到人神共愤的面容道：“你放心，我的人和另一个哨兵虽然下手会残暴一些，但我保证等他们死了后，我会和你一起把我们的家布置得漂漂亮亮的。”说到后面，他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那张精致的脸好像因为生气而越来越红了。程笑低头不好意思再看江兰一眼，阿兰也太好看了，怎么能够好看到？他看一眼就觉得心脏要爆炸了。还好阿兰没有看他，不然他的心脏一定会受不了的。可就在这时，江兰转身看了过来，眼中的嘎气毫不遮掩，让你的人滚！但已经陷入爱河的程幸福的几乎快要晕掉。好，他丝毫感受不到一点威胁的羞涩说着，仿佛江兰此刻说什么他都会答应一样。楼下的秦放吐出嘴中的血沫，带着厌恶的看向仍在迷乱当中的欧阳恒。这个欧阳恒怎么突然就发了疯？他怎么也想象不到，就在刚刚即将把对方心脏捅穿的刹那，欧阳恒像是突然恢复了所有的意识一样，不仅精准的躲开，还狠狠地给了他一拳，带着浓烈的恨和恼火的一拳。欧阳恒看不清周围的东西，更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是他脑海中唯有保护江兰不受到伤害，这个想法当中多出了一条，嘎了那个咬了阿兰脖子的哨兵。他对江兰脖颈上的咬痕很是在意，那股残留的恶臭精神力早就被他狠狠记在心中。他的动作快如闪电，发起了更加凶狠的攻击。另一边，被江兰抵住后腰威胁的程笑已然来到了白青的房间门口，看着门内正要下死手的几个属下，感受着腰后江兰朝他喷洒出的温热的呼吸，他红着脸咳嗽了2声：“你们都停手吧，马上离开这里。”几个属下听着这温柔的像是一个娇滴滴向导的声音，顿时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睛。发出这种声音的是他们的老大程笑，把白青的药解了。江兰继续压着他前进，程笑却有些不悦，白青是什么档次，也配合他一起欣赏阿兰的美貌？好想白青立马死去，只有他和阿兰在一起啊！可此时阿兰正在握着我的手臂，他怎么能够破坏这么美妙的时刻呢？只好害羞腼腆的在白青的面上撒上了一些药粉。下一瞬，白青噌的睁开了眼睛，看清状况后赶忙把江兰拉到自己身后。你就是另外2个哨兵的其中一个。程笑脸上的羞涩笑容在江兰离开的瞬间就消失不见了，只剩下了浓郁的阴冷。是又如何？程笑他觉得白青碍眼极了，既然是，那就不妨碍我杀了你。白青冷着脸已然明了，眼前这人也对江兰产生了感情，他可没有欧阳恒那样那么无私，后来者都要统统杀掉。2人瞬间打了起来，丝毫没察觉到江兰已经跑下了楼。此时被疯狂攻击的秦放无比恼火，这个家伙还不如不被迷乱呢。攻击方式就跟野犬似的，没有章法，让人防不胜防，嘴里还一直叫着阿兰阿兰。闻声秦放笑死了，什么狗屁阿兰，听名字就知道一定比不上他亲爱的。直到江兰的面孔从楼上拐角处出现，秦放野性蓬勃的脸上笑容猛然僵住，终于缓缓地意识到了一个事实，他亲爱的，他所一直在意的那个亲爱的，正是那个终端强行分配给他的向导。更重要的是，他的亲爱的在鬼窟林遇见自己之前就绑定了哨兵。像是想到什么，他看欧阳恒的眼睛瞬间充斥上了更狠的厌恶。绑定了他的亲爱的，欧阳恒竟然没有保护好他的亲爱的，如果不是他意外发现，他亲爱的说不定早就死去了。秦放脸上嘲讽意味更浓了。欧阳恒啊欧阳恒，你说如果你这么没用，又为什么要绑定向导呢？江兰看着熟悉而陌生的秦放，发现他对自己没有敌意后，便想阻止2人，却发现根本插不进手，因为此刻的欧阳恒凶狠无比，甚至狠过了他要把白青打死的那一次，必须想一个办法制止他们。江兰悄悄从别墅内退了出去，从随身空间中掏出了1枚手榴弹。虽然这别墅才住了2天不到，但为了能让他们停下来，他也只能出此下策了。轰隆！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城中心的每一户心脏都跟着震了3震，灵异栋别墅也轰然倒塌。所有人都不知道，就在江兰从随身空间中掏出手榴弹的刹那，隐藏在城中心暗处的高级户们全部兴奋了起来，他们的脑海中都升腾起了一个想法：吃了它，吃了它，他们就能直接升级为最后的样子。此时，别墅内的战斗停了下，秦放率先出声：“亲爱的，你还记得我吗？在鬼窟林内，我救了你，还和你。”就在这时，欧阳恒的怒斥声响起，秦放此刻迷雾被炸散，他的神智已经恢复了过来。江兰还不明白是什么状况时，白青也跟着凑了上来。他不喜欢阿兰和任何一个哨兵说话。阿兰！白青刚喊一声，程笑也不甘示弱的跟着喊了出来，想要在这中间有一席之地。4个哨兵一抬起，吵闹的声音让江兰插不进嘴。
他终于压制不住怒火道：“你们都给我停下！”他此刻烦躁无比，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架没打成，休息也没有休息好，闹来闹去，还让他不得不炸了别墅。你们4个3天内不许见我！江兰怒着转身要走，刚刚还在心思各异的4个哨兵，瞬间因为江兰的这句话慌了神。其他3个哨兵统一上前追着江兰，欧阳恒却站在原地没有动，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要和江兰见面，而是他觉得自己的确没有脸去见阿兰。欧阳恒沉默着，伤心的情绪在眼中晕染开来，但其他3个却没这种痛苦的心思。秦放竟开口祈求：“亲爱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你，你怎么能够转头离开呢？”程笑更是要哭的望着江兰：“阿兰，你不喜欢我可以，但不可以不要我呀。”白青更是打得一手好直球：“阿兰，我喜欢你，第一次见面时我就喜欢上了你，你不能让我不见你。”3人各怀着强烈的情绪，想要让眼前的人留下来，怎料下一刻，啪啪啪连贯的3道声音响起，江兰一巴掌连着扇了他们3个。阿兰，程笑最先回神，分明脸颊因为一巴掌而红肿，可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却让他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高兴和愉悦。阿兰给他嘴巴子了。阿兰的手是香的，扇过来的时候还带着香风呢。阿兰好美好漂亮。白青脸颊同样火辣辣的痛。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江兰，仅仅因为他告白，阿兰就生气了吗？那他的告白，他的满心欢喜又算什么？同样被打了一巴掌的秦放愣了一下，随后便溢出一丝带着温馨的笑。阿兰总是给他惊喜，可是下一秒面色又沉了下来。阿兰是不是有些太不在意他了？为什么就不能单独的给他一个巴掌呢？江兰却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气得指向那堆别墅废墟。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在意？什么亲爱的，什么在意我？你们所说的情谊，就是让我不得不炸了别墅，来收拾你们4个为了所谓的感情惹出来的烂摊子吗？江兰气得转身直接离开。这一次3人并没有追上去，他们不是认识到错误，而是都齐刷刷地意识到一件事：如果他们再继续追上去，那姚阿兰这一次给他们的就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巴掌，而是真的会彻底不要他们。此时城中心的所有居民都得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只有一个向导入住的一栋别墅，倒塌的连个影子都看不见了。必去别墅外的白双儿脸色得意，看样子是那个地下黑场的王把江兰给杀了，那么哥哥就依然是他的。白双儿眯着眼睛极为愉悦，压根儿就没想会有其他的结果。江兰恼火地走到去角落，找了个无人的地方搭建帐篷，郁闷无比的他很快睡着了，却不知此时的外界，一只2只密密麻麻数不清的 SS 机会和另外几只 SSSS 机会正朝着帐篷内的江兰爬来。对于这个世界知之甚少的江兰根本没有想到，精神力全部陷入沉睡，他是察觉不到精神体的会的。啪嗒啪嗒，每一只会的口水都疯狂地砸落在地面上，他们无声地低吼着，每一只会看彼此的眼神都充斥着竞争者的意味。所有会齐齐地朝前扑着，准备把里面的江兰给咬个粉碎时，天空上的月亮爆发出明亮的光芒，月光在这一刻洒在地面上。帐篷前出现了一个长相极为帅气的男人，他穿着乳白色的西装，浑身上下都因为月亮的光芒散发着淡淡的白色。他从容不迫地看向那群虎视眈眈的会，可那群刚才还张牙舞爪的会，却不知为什么对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丝毫威胁感的男人感到极其恐惧和害怕，一个个都趴在了地上，发出玲珑的神色。宫浩轻轻地笑着：“你们快些离开吧，趁我没有生气的时候。”有 SSSS 机会不甘心地盯着江兰在内的帐篷，口水还在不断地分泌着。宫浩眉梢轻动，下一瞬，那只 SSSS 机会变成了一滩血肉糜烂在地上，其他的会一个哆嗦，猛然转身的疯狂逃窜。宫浩这才温文尔雅地继续笑了笑，然后打开帐篷进入其中。他修长的长臂探出，细细地摩挲着江兰的面颊：“你说你这脑子里面到底装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极具磁性柔雅的声音响起，江兰圆润的后脑勺让他爱不释手，可更让他爱不释手的是，江兰脑子里装着的那个超出这个世界空间感的东西，真想把你的脑子撬开，好好看一看那个藏在你脑子里的东西啊！宫浩像是在抚摸自己的爱人一样，温柔又低低笑着：“以后你就是我的了，可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触碰到你啊！”说着，一滴血液从他的指尖飞出，很快便融进了江兰体内。下一刻，江兰的额头一抹淡月光色的印记一闪而逝。见到契约达成，宫浩这才满意的笑了起来。可是月亮的光泽暗淡下来，他又该回去了。宫浩无奈起身：“宝贝，我走了，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的。”说完，他身影转瞬消失不见。而因着宫浩的契约，沉沉睡着的江兰此时紧紧皱起眉头，只觉得自己的灵魂深处某个地方在发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强硬的挤进他的灵魂，要将他的灵魂转化为另一个人的私有物。次日一早，江兰古怪的皱眉，总觉得昨天晚上好像不知道和谁争斗了一晚上，可他明明记得自己只是单纯的睡了一觉而已，真是奇怪。江兰想不通，干脆不想了，一路顺着朝哨兵军校内走去。路上见到他的向导们却极为震惊，因为就在昨晚，还传出这个来自贫民窟的 SSSS 向导被其他哨兵联手给杀了。一时间信息爆炸的向导们又将江兰还活着这件事传了个遍。焦珠气得一脚踢在了跪在眼前的哨兵身上，陈伟被踢得浑身颤抖，面色发白，因为疼痛更是不受控地抽搐着面颊，但是他连闷哼一声都不敢，因为他知道若是表现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换来的就是焦珠更加狠厉的手段。焦珠喘着粗气，看着陈伟这个样子，火气不增反减。和黎霄一样的废物，那家伙被我昨夜丢在哨兵军校，绑在一棵树上，说不定会在今天晚上就会被活生生的冻死。你难道也要和他一样？陈伟哆嗦着咽下唇中的血沫。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他内心一片寒凉。黎霄明明什么也没有做，仅仅是昨天安慰了一下他，便被强行遏制住精神力，绑在一棵隐秘的树下。黎霄现在究竟如何了呢？而另一边的江兰则是吃惊地看着黎霄。这个世界的哨兵不是不能够离开向导们部吗？这个哨兵怎么还会被捆绑着呢？男人因一夜寒冷而
晕死过去的离萧，面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江兰察觉到还有着微弱的呼吸，连忙将其松开，然后从空间中掏出药片喂到了他的嘴里。没多久，离萧睫毛轻颤着睁开了眼睛，入目便是江兰精致漂亮的脸。然而他却在看到这五官的刹那恐惧起来。鲛珠，鲛珠，我错了，你不要把我留在这里。江兰闻言突然感到一抹趣味。鲛珠，他似乎知道怎么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打斗，于是他压根不顾离萧的挣扎，直接扛着人朝着训练密室走。上次因为撞到欧阳恒抱着江兰而耿耿于怀的副官庄格看着这一幕呆住了，再一看周围所有人都拿着身份卡发着消息，他知道现在这个消息必定已经传到了欧阳恒的耳中。果不其然，欧阳恒久久无语，看着手上的身份卡面色阴沉。别墅其他3个哨兵顿时停了下来，秦放手背上的青筋疯狂地跳动。欧阳恒，这就是你说的让我们假装和好，让阿兰相信我们关系融洽的好方法。程笑更是承受不了这个打击。阿兰，不要我了，他去找其他听话又乖巧的哨兵了。秦放眼中凶狠乍现，要去杀了那个被亲爱的掳走的哨兵。程笑见状，眸光微闪，跟在后面，趁着秦放杀那个哨兵的时候，就把阿兰给拐走。白青斜眼看着秦放和程笑，心底想的却是要把他们给一起杀了。明明是自己先比他们2个喜欢上的才对，他们这么兴冲冲的干什么？欧阳恒也终于不再压制心底的嫉妒和肮脏。我有一个办法。3个心思各异的哨兵纷纷停下脚步，听了欧阳的办法，3个哨兵齐刷刷的眼中一亮。另一边的江兰则是露出灿烂的笑容，给你的向导发个信息吧，他得知我单独跟你在这里后，就不会生你的气了。很快信息就得到了回复，等着。简单2个字足以看出鲛珠的怒气。江兰满意的伸了个懒腰，终于啊，久违的战斗要来了。他笑得极为开心。离萧心中升腾起诡异的感觉，终究是犹豫着说道：除了我之外的4个哨兵都不简单，你没有哨兵一起作战，恐怕活不下来。哨兵？江兰一听就来气，战场上最致命的就是不听命的战士了。很快2方便见面了。鲛珠气冲冲地看着离萧，这个废物被谁救了不好，偏偏是被他最厌恶的江兰给救了。本就肮脏恶臭的东西，现在更加恶臭了，立马冲了进去，给了离萧一个狠狠的巴掌。遭受一夜冻伤的离萧，身体当即不受控制地摔倒在了地上。鲛珠勾唇阴险地笑着，给我上，仿佛已经看到了江兰被他的4个哨兵按在地上摩擦的景象。离萧站在一旁面色发白，他对于江兰并没有感情，可还是忍不住的不想江兰死亡。怎料下一刻是让人震惊的画面，江兰竟然一个人就抵挡住了所有人的攻击。鲛珠瞪大了眼睛，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他完全不相信江兰一个人能抵挡住4个哨兵的攻击。离萧的心脏却在瞬间扑通扑通的跳动了起来，看着江兰身影凌厉、干净无比的穿梭在4个哨兵之中，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点燃。原来这个世界上的向导还可以是这样的姿态。鲛珠恼怒的大喊着：给我杀了他，杀了他！他的精神力爆发，齐齐的向他绑定的4个哨兵压去，逼迫他们爆发出了精神力。离萧震惊无比，鲛珠这是打破了规则，强行用自己的精神力唤醒了他所绑定的哨兵们，那精神力会让他们提前进入狂乱期，然后对江兰发起进攻。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兰根本不可能会是4个 S 级哨兵的对手。不要！他猛地上前将鲛珠推倒，鲛珠的后脑勺却撞到了一个开关上，让现场的一幕传送到了城中心各处的大屏上。鲛珠被撞得昏迷过去，离萧挣扎着爬起来，见江兰已经被4个陷入狂乱期的哨兵逼迫得节节败退，他身上和脸上已经出现了伤痕，可他仍旧坚持不懈地战斗着，甚至都没有使用精神力。此刻，军校内所有副官和城中心的居民都震撼地看着这一幕，所有哨兵都被江兰的身影所吸引，在他们认知当中，只需要坐着不动就能指挥他们作战的向导，还可以拥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他们的眼神当中纷纷露出了向往，向导们却面色扭曲，十分不快。白双儿优雅的容颜上出现了看癞蛤蟆一样的神色，他撇了撇唇，压着心中的嫉妒，想着：哥哥，你的心怎么就能够被这么一个像是只蛤蟆一样乱跳的丑女人勾走呢？好希望她就这么死了。白双儿眼中流露出兴奋，而早已经隐藏身份到了军校的前4哨兵正怒气冲冲向中控室赶去。此时中控室内众副官惊叫着：天啊，这难道就是 SSSS 级的向导吗？这样的向导我也想拥有。就在这时，一道隐藏在空气当中发出的冰冷笑声，却是让所有哨兵都听了个一清二楚。他们几乎是一瞬间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了，安静了下来，一个个慢悠悠的转过身，立刻看到了那4个他们想都不敢想、从来没有见到过的4个最强哨兵一起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秦放唇上勾起危险的弧度，你们刚刚在说什么？程笑虽在江兰面前脸红羞涩，可别忘了他才是地下城真正的王。你们是自己戳瞎自己的双眼，还是让我一个个挖出来？所有哨兵都慌了，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一走。还好这时庄格出来，长官，你们来是不是为了您的向导江兰？欧阳恒压了压眸子，让我们进去。庄格却面露害怕的道：长官，您是知道的，如果没有到时间，密室是不可能会开的。您的向导给这间密室设置的时间是5个小时。什么？欧阳恒错愕，抵达屏幕面前，看着被逼到角落浑身血痕的江兰，心中顿时紧张。没用的废物！秦放看他一眼，转身离开。他要硬闯，而程笑早已经比秦放更快一步的跑了出去。他用尽全力轰击着防御系数极高的大门，一双眼睛充斥着猩红。好在4人合力很快就将大门破开。江兰正进行着最为精密的计算和努力，他是不可能让自己陷入绝境的。既然对面陷入狂乱期，动作变得没有任何章法。既然如此的话，他看向角落的作战机甲，面上的笑容变得无比兴奋。就在这时，大门被破开，
第一个冲进来的欧阳恒心碎无比，将受伤的江兰紧紧抱在怀里。江兰看着欧阳恒面庞上的表情，并没有挣脱他的怀抱。他看出他的表情，那里隐藏的东西与之前太过不同。如果他随意的挣脱开欧阳恒，极有可能会对他的战友造成不少的伤害。另一侧，秦放和白青眼中盯紧着的同样也是江兰。程笑气得几乎要直接冲上前给欧阳恒一拳，秦放恨得牙痒痒的拦住了他。如果你现在上手，只会让亲爱的对我们更加厌烦。比起我们，亲爱的的确不会推开欧阳恒。为什么他当初没有直接选择和亲爱的绑定？他死死压着心中的嫉妒。程笑也听明白了秦放的话，可他还是好难受。他将所有的怒火通通对准了那几个狂乱哨兵，而抱着江兰的欧阳恒终于说出了那句对不起，对不起。江兰轻声唤着他的名字，欧阳恒，发生了什么？可欧阳恒一言不发的只是抱着他。阿兰，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你，我只想要自私的把你作为我的独有。这一次有他们3个在，如果下一次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我还能够有充足的时间救下你吗？阿兰，我对你的感情变质了。就在此时，黎潇的叫喊声唤回了江兰的思绪，别打了！他大声的叫着为4个哨兵求情，他们是无辜的，不这样做他们活不下去了。黎潇瘫软的跪在地上，已经彻底失魂落魄。闻声，江兰来到鲛珠的身侧，直接2巴掌甩在了鲛珠的脸上。谁敢打本小姐？鲛珠被这剧烈的疼痛惊醒，当看清楚江兰的脸，鲛珠几乎是下意识的满脸正怒，更打算大声的让他的5个哨兵齐齐作战，杀死江兰。可我的好姐姐，你也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妹妹活了过来，还是一个如此厉害的向导吧？江兰的话语瞬间让鲛珠清醒，连忙滑溜的起身，我认输。说着释放出自己的精神力，4个狂乱期的哨兵瞬间恢复了正常。可就在他要走时，程笑叫住了他。虽然是阿兰要与你对战，可是阿兰绝对不会与你的哨兵进行精神力作战。为什么你的4个哨兵都陷入了狂乱期？程笑一身血气，鲛珠吓得几乎跪下来，他面色煞白，身体细微的抖动着。这是他第一次知道 SSS 级哨兵的威压，仅仅是对视上一眼就能够知道自己和他的5个哨兵加在一起也绝对不可能是对手。格外分明的势力等级 ，S 级与 SSS 级可谓天壤之别。程笑，江兰皱着眉叫了一声，程笑瞬间换上可怜巴巴的痴视表情，转过身委屈的叫着阿兰。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刚才凶神恶煞的 SSS 级哨兵。鲛珠表情有一瞬间的扭曲，嫉妒更是汹涌的把他的心脏灌满。程笑用着无辜委屈的表情看向江兰，好想说出各种喜欢江兰、爱江兰，不想要江兰受到伤害的种种话，可看到了不远处用着暗示眼神看他的秦放，只有那样才能诓骗住亲爱的。程笑一瞬明白了他们的想法，面上的狂热立马变为伤心。江兰一时间顿住了，只剩下了无措的担忧。你怎么了？怎么回事？他的战友欧阳恒不太对劲，怎么会连程笑也跟着不太对劲？程笑的唇角微不可察的翘了翘。阿兰，你的心脏真的好软啊！程笑眼中一闪，满是得逞。欧阳恒所说的方法的确有用。鲛珠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了，震惊着那个让他从灵魂深处感到惧怕的 SSS 哨兵，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表情，靠在江兰的肩头，就像是一条朝着主人身上扑着，想要被摸摸头的可怜小狗一样。而事后的碧区别墅内，被折磨的只剩一口气的黎潇，在生命最后1分钟喃喃喊着阿兰，阿兰，好像这样就能感受到江兰的哨兵与其相处的场景。陈伟听着他的话无奈叹气，帮我把门打开。黎潇虚弱的喊着，陈伟不解，但还是照做。然后黎潇就那样蹭着地面爬了出去，朝着那点光亮而去。生命的最后1秒，一只隐藏在暗处的会闻着血腥气出现，那是一只低级会。正因为它的级别低，才躲过了无数哨兵向导在内的探查。它彻底吸收了黎潇的身体，连带着的还有黎潇死后的记忆。从地级连升3级的会，混沌的大脑被黎潇临死前最后一点记忆所占据，唯有最后那点对江兰的向往与执念。阿兰，阿兰，他喃喃自语着，拖着身体朝鬼库林走去。他有了新的目标，他要去见阿兰。